她震惊地发现，之前闯入家里的陌生男孩，竟可能是她去世多年的亡夫。You're my wife. We're married? You're telling me that we got married at some point in time? Yes. 此刻，她觉得既荒诞又好笑。明明自己才刚和男友举办完订婚仪式，怎么一转眼就成了他人之妻呢？然而男孩却说道 It's me, Sean. 听到这里，安娜的神色开始逐渐变得凝重，因为她那已故的丈夫就叫肖恩，只是在10年前的一次晨跑时，不幸因疾病突发，将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一处桥洞之下。她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好不容易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走出，可怎料如今却被一个小男孩如此的戏谑嘲弄。于是满心愤懑的她一把拎起男孩，便准备直接将其驱逐离开。然而就在下电梯时，男孩却又一次说道 You'll be making a big mistake if you marry Joseph. 原本以为送走男孩后，此事便会画上句点。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次日一大早，安娜竟又收到了男孩寄来的一封信，而信上赫然写着6个大字：不要嫁给约瑟夫。此刻安娜有些恼怒，但又有些疑惑不定，于是她将此事告诉给了姐姐。可听着听着，两人却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而同样男友约瑟夫在得知此事后，也并未太过介怀，只以为那不过是一个顽皮小孩的淘气之举罢了。可由于两人的婚期将至，他还是不希望自己的未婚妻被无端的打扰，于是约瑟夫给保安亭打去了电话。然而不巧的是，等在楼下的男孩竟正好接到了约瑟夫的来电，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来到楼下，本打算直接将其苛责离开，却不曾想映入眼帘的竟不过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而已。于是他让男孩带自己去见了家长，而经过交谈才得知，原来男孩的真实姓名竟真的叫肖恩。为了避免被再次打扰，约瑟夫让男孩当着安娜和其父亲的面承诺，以后都不会再去叨扰他们。可男孩却只是一脸深情地望着安娜，并说道 No, Do it. Tell her, Sean. I can't. Well, I want you to tell her right now that you'll never see her or bother her again. No, Sean, tell her. no. I don't want you to bother me again. 安娜的话语仿佛巨石般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心头，眼眸中也满是不解与忧伤。而望着安娜离去的背影，男孩突然不受控制地瘫倒在了地上，好似所有的信仰都在这一瞬间被无形地碾碎了。自此以后，安娜总会莫名其妙的心不在焉。男孩那忧郁而坚定的眼神分明像极了亡夫，而这也再次勾起了安娜对亡夫的思念。而另一边，苏醒后的男孩坐在床边久久失神，他不仅不再顾及昔日玩伴的呼唤，就连父亲和母亲也察觉到自己的儿子好似变了一个人。 I'm not your stupid son anymore. 这天，男孩又一次拨通了安娜的电话，并邀她到公园一见，一个只有他俩才知道的地方。可奇怪的是，当安娜来到公园后，却发现周遭并无人影，而前方不远处正是丈夫去世的地方。于是她怀揣着一颗忐忑的心走向了桥洞处，而果不其然，小男孩竟真的出现在了这里。刹那间，泪水模糊了安娜的眼眶，她有些动摇，因为知晓这个地方的人除了警察便只有他们俩。 Who told me there wasn't a Santa Claus? I'll know them when I see them. 随后，为了弄清楚男孩是否在说谎，他找到了其母亲，希望他同意男孩去他家里待几天。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才刚踏进房门，他便径直地走进了书房，而这里正是肖恩曾经工作的地方。 I used to work here. 所有人都对此瞠目结舌，明明是第一次来到家里的他，竟能分毫不差地找到书房的位置，甚至连坐姿和行为习惯都几乎与亡夫肖恩如出一辙。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他瞥见其中的一名老太太时，他回答了安娜昨日在公园的提问。 And do you know my name? You were the one that told Anna there wasn't a Santa Claus. 是的，他答对了。此刻的安娜惊愕不已，但同样也疑惑不定。难道这个小男孩真的是亡夫转世吗？随后，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他找到了曾接触过肖恩的人来测试男孩，却不曾想，经过一番测试下来，男孩的回答竟毫无破绽。他不但精准地说出了肖恩生前的个人信息，甚至还爆出了一些只属于他和安娜的隐私之事。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匪夷所思，就连约瑟夫也开始有些惶恐与不安。而从这天起，本就对肖恩念念不忘的安娜，终于把信任的天平逐渐倾斜到了小男孩这边。第二天，安娜带着复杂的思绪来接放学的男孩回家。在车上，她试图劝解男孩离开，可看着他那稚嫩的脸庞，或许他真的是自己曾深爱多年的丈夫呢。于是她把未完的话咽下，生怕一开口就溃不成军。
接着他找到了肖恩生前最好的朋友，并将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了他们。尽管朋友们都认为此事实在太过荒谬，但在他的心里却早已认定了小男孩就是肖恩。可即便如此，他也不想辜负等待和陪伴了他10年的约瑟夫，于是他希望朋友们帮忙，让男孩主动离开自己，并开始新的生活。然而约瑟夫却对此浑然不知，他只知道安娜与小男孩接触的愈发频繁，他的心头就越是忧虑与不安。于是这天晚上，当他们在参加一场音乐会之时，男孩的脚却不停地踢着约瑟夫的凳子。此刻本就压抑许久的他，终于再也抑制不住地爆发了。约瑟夫把男孩拽进房间，并给了他狠狠的一顿胖揍，直到旁人将他们拉开，这才停了下来。然而这冲动莽撞的一幕却被安娜尽收了眼底，而两颗心也就此开始渐行渐远。这天晚上，肖恩生前最好的朋友大卫来到了家里，而男孩在见到大卫的瞬间便直接扑进了他的怀里，恰似久别重逢的挚友终于得以相见。大卫仔细端详着男孩的面容，可在男孩离开之后，他却开口说道 That's not Sean. Yes, it is. No, it's not. Yes, it is. 是的，安娜彻底地沦陷在了丈夫转世的执念之中，她甚至开始期待自己与男孩的未来。然而这样的想法却遭到了姐姐和母亲的强烈反对。姐姐挺着大肚子想要骂醒安娜，而母亲则威胁她，如若不将男孩送回去，他们便要报警将他送进监狱。可安娜听后却依旧不为所动，因为她深信自己爱上的只是肖恩，并不是小男孩。而与此同时，一位名叫莱拉的女人突然找上了男孩，可却不知为何，她的双手之上竟布满了泥土，仿佛刚刚挖掘过什么东西一般。望着男孩的面庞，他并未多言，只是在男孩的手上留下了自己的住址，并约他明日到家中相见，仿佛两人之间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而果不其然，当第二日男孩如约而至之时，女人便直接笃定他一定不是肖恩。 You're not Sean. Yes, I am. I thought you said you're Sean. I'm your lover. Anna's my lover. I'm your lover. Anna's your wife. 原来肖恩在与安娜结婚之前还曾和她有过一段恋爱史，即便是和安娜结了婚，两人也常常互通书信，无话不谈，甚至包括安娜曾写给他的情书，肖恩都会一五一十地告诉给莱拉。即便肖恩如今已然离开了10年之久，可莱拉却对安娜依旧心存芥蒂。于是当得知安娜与约瑟夫订婚之时，他便打算将自己与肖恩之间的秘密及其多年互通的信件全部当作贺礼送给安娜，企图以此来报复她。然而就在他准备上楼之时，莱拉最终还是迟疑了，毕竟往事如风，或许只有放下执念才能获得一份自在。于是他来到公园，打算将这些信件全部掩埋，可他却浑然不知，有名小男孩竟早已将他的一举一动尽收了眼底。而之所以昨晚的莱拉双手沾满了泥土，皆是由于他在去查看信件之时，里面的东西却都不翼而飞了。而打开男孩的书包一看，果不其然，所有的信件都被男孩悉数挖了出来。此刻莱拉确定了自己的猜想，原来当晚男孩在挖出信件后，便悄悄地窥视了信件的内容，可却无意中发现上面的署名竟也叫肖恩。刹那间，男孩便认为信上的肖恩就是自己。于是这才有了接下来的一幕，而谎言被拆穿的他开始慌不择路，拼命地在大街上狂奔，直至爬上公园里的一棵大树之上，他这才停歇了下来。他在上面许久未动，仿若陷入了沉思，直到夜幕降临，直到警察将他从树上救下。 What's your name? I have to go tell Anna I'm not her husband. I thought I was Sean, but I found out he is in love with another woman. So I can't be him. 是的，他决定将自己不是肖恩的事告诉给安娜，可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安娜已然笃定亡夫重生归来的事实。这一次，他不打算与肖恩分开，也不再顾忌母亲是否反对，甚至在心底还滋生出了一个更为疯狂的想法。于是他急忙找到肖恩，并告诉他 I have a plan. We're gonna run away together. You and me. 是的，他打算带着肖恩私奔，甚至甘愿再等待他10年之久，直至他长大成人，两人再结婚。可肖恩却始终没有给予回应。望着安娜那满是期待的眼神，他最终还是说出了那句话 I'm not Sean. 安娜顿时懵了，仿佛所有的精神支柱都在这一瞬间被猛然抽离。她愣在原地，久久失神。不知过了多久，她一把拽起浴缸内的男孩。 You're the liar! Is that what you are? I'm not Sean. 再次得到肯定的答复，安娜崩溃了。她曾激进疯狂地相信肖恩，甚至愿意为了他放弃如今的生活，可最终才发觉，原来最痛的背叛竟是最信任的人递来的刀。本以为10年前的天人永隔已足够的撕心裂肺，可如今的痛却丝毫不亚于10年以前。
后来，在经过短暂的休憩后，安娜再度寻到了约瑟夫，并为自己的荒唐表达了诚挚的歉意，而约瑟夫也并没有放下安娜。就这样，两人很快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可就在结婚的当天，他却再次收到了男孩的信件，而信里他为安娜的新婚送上了祝福，也同时为伤害安娜之事道了歉，并且他还说道将会在来生再次和她相遇。看完信后的安娜突然在海边放声痛哭，一个个画面也开始在她的脑海之中浮现。Well, I guess I'll see you in another lifetime, Sean. 此刻，安娜仿佛明白了什么，在这场爱与执念的迷雾中，或许真正的重生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带着伤痕继续前行。只有当我们终于卸下了心灵的重负时，你才会发现，最深的重生是始于对自己的慈悲。